拜见姬武神。鹤血团是姬武神的剑。青州损失惨重，如果再没有人出现，青州恐再遭劫难。只有姬武神进入圣殿，羽人们才会生出翅膀，各城邦才能和平相处，羽人们才能在安宁皎洁的月光下引吭高歌。请姬武神庇佑羽族，不再遭此厄运。请姬武神庇佑羽族，不再遭此厄运。羽然，等姬爷醒过来，我们三个一起离开青州。阿苏拉，谢谢你能来。可我决定不走了。你以前说你是青阳世子，回到北路是你的责任，我的可能就是留在这儿了。羽然，遇到你，是我此生最幸福的事儿。即使我们以后相隔天涯，一想到你，我的心就是自由的。姬武神回来了。你们过去的一切皆成过去，从此之后，你就是为誓言效命的姬武神。忘却过往的情爱恩仇，不论财富，不论荣光，不婚嫁，不生子，你将重获新生。羽然，你确定不等姬爷醒过来了？我就不等他了。要是看见他，我可能就不舍得走了。我知道了。
诉了，南怀还是我们3个人的南怀。这样的青州，可能才是真正的青州吧。这是羽人的理想，现在终于实现了，他一定很高兴。你后悔吗？能帮他实现理想，没什么好后悔的。我发现你变得跟之前有些不一样了。阿苏勒也不一样了。我们都没有想到你会去找雷碧城，还那么英勇无畏的打败他。那是我当时还没完全恢复记忆，我要多恢复一些好的记忆啊。我估计当时就不会那么不怕死了。接下来呢？有什么打算吗？龚国师的话让我有点担心。我确定小周肯定是回南怀了。我要回南怀去找他。你跟我一起回去吗？宇安成了姬武神，我都没有好好跟他道别。我想待在这里陪陪他。小周是个好姑娘，不要耽误。
好，那我在南怀等你。雨然，我走了。基业，别回头。回头你就走不了了。这，起来！天驱逆贼，跟本大爷装死吗？这，死了好，省份考量。天驱逆贼历来比那些死囚还不如。起来，起来啊！天驱，我告诉你，你就算是死了，也不会有人过问。天驱并非没有人过问，把他们给放了。好大的口气！你谁呀你？我警告你，不要阻挠本官行军法。上！放人！小儿饶命！小儿饶命！伯德也是奉国主之命行事啊！你让我放了他们，我没法交差呀。罪责不用你来承担，我亲自去向百里国主请罪。放了他们！快点放人！大宗主，西远，客官，您的菜。谢了，慢用。多谢大宗主相救。你是下堂的少将军，怎么可能会被流放？西将军呢？大宗主有所不知，长公主大肆镇压天驱，我和叔叔的身份泄露，一回到南怀，就被抓了起来。那老师现在身在何处？长公主要亲自审讯叔叔，想必此时他已经在被押往天启的路上了。天启？啊，大宗主准备前往何处？我现在要回趟南怀。南怀？万万不可！南怀此事太过凶险，况且你又是孤身一人，真要回去，西园愿做你的护从。不，你先找个地方养伤，去集结剩下所有的天驱兄弟们。我会想办法带你们去天启成就老师，但在那之前，我必须回一趟南怀，去救一个对我而言很重要的人。捍卫九州，铁甲依然在。出征前来杯 Luckin Coffee， 好精神理所当然。小蓝杯谁不爱？
谁？是我，乌玛。哎呦，你吓得我魂儿都没了！你也不是个孩子了，什么事这么慌张啊？大军从马上摔下来，快不行了！啊！大和萨，等等我！哎，叫他不要去，不要去！几个破岗哨没了就没了，他非得自己跑一趟，想把命也搭进去吧？大和萨，你小心潘达天神听见这大不敬的话。外面风大，潘达天神听不见，那也别让大军听见啊！他听见了最好，他有本事起来跟我吵一架呀！大和尚，神医，我爸病情如何？大军面色发干，脉搏细弱，是心血不能回流到心脏的病症，就是毁心之症。这种病症平时不易发作，一旦发作便是山崩之势。毁心之症我没有把握，开了个方子，其中有几味药材可以提一提大军的心血，每日按时服药，连服7日。如有起色，我们再说。这么说，只能是听天由命了吗？大军年纪已经60了，草原本来就贫瘠，冬天连牛羊都要冻死，普通牧民能活到40就是罕事。告辞。多谢。我就知道，什么药、什么神医，都没这酒管用。沙汉，你要说什么？秦阳不能乱。我知道了。郭冷儿啊，你要真是死了呀，那谁来陪我喝酒呢？李莫干，自从大军坠马，一直都是你在伺候他，我们连瞧他一眼的机会都不给。那你倒说说，大军的情况现在到底怎么样？大军现在由陆大夫守着，身体慢慢的会越来越好。这段时间跟以前一样，还是由我代替大军处理政事。凭什么？凭的是大军的口谕。有谁作证？要证人，大军回来的路上重伤，话是他亲口所说，所有的随从都可以作证。要我把他们都叫来吗？只是怕那些人都是你比莫干的人吧？这么说，伯父你是信不过侄子了？不是说信不过你。只是我们在这大殿之中，每一句话传出去，都可以定千百人的生死，不得不慎重啊。大军伤重不醒，也没有指定任何的继承人，世子又远在东路，可这大殿里
总得有一个人来做决定吧？但谁来做决定，这可不是你笔墨干说是你，就是你吧？大军还在呢。当我虎豹骑不在了吗？阿鲁，当年你征战真言，不凯旋而归，大军一时高兴，把虎豹旗赐给了你。可是数百年以来，虎豹旗是拱卫北都城的根本，只属于大军所有。郭勒尔把虎豹旗赐给了你，那是他的事。这以后，虎豹旗到底属不属于你，还得两说。大和萨，我听说大军醒了一次，他说什么了？还能说什么？让我守住青阳，说青阳不能乱。我想出趟城，这么大的雪，我怕狼会来。蒙了火儿，湖里的鱼都要冻死了。这种天气，蒙了火儿会来攻打北都城？先不说这些了，现在的情况是，外面的狼还没来，青阳的狼崽子们就要把对方咬死了。好，既然谈到了虎豹旗的归属，那这就不是家事了。刚才的话如果从大军的口中说出，俄鲁我半个字都没有，立刻交出兵权。但是从你口中说出，我便听不得。我带领了10年之久的虎豹旗将士们，也听不得。话都说到这份上了，家事肯定是没得谈了。那我们谈谈手上的功夫。泰戈尔，你不要太过分。谁过分？上！徐大汗，你还在喝酒？笔墨干的刀都快架到你的脖子上了。诸位，你们到底在争什么呢？北都城、虎豹旗，还是大军之位啊？徐大汉，你什么时候说话学的东路人的样子了？阴阳怪气的。我爱看东路的帝王家史，史书上说，生在帝王家，最重要的是背后有千百万人的支持。大哥，对不住了，我也要活命啊！好，非常好。狼崽子，你终于拔起刀对着你哥哥了，动手啊！都把刀放下！大殿是草原上最神圣的地方，谁敢在大殿拔刀，盘达天神一定会将他沉沦到五渊之下。你们俩刚才都动了刀子，按理说你们是喝不了同一壶酒的，但今天在我这儿，你们必须喝。你们两个是我看着长大的。笔墨干是长子，你是大军亲自栽培的，15岁就能进大殿议事。你说大军轰过去之前，把政务交给了你，我信。许大汉命苦，你母亲生下桂木没多久就死了，你带着弟弟一起长大，小时候受尽了冷嘲热讽，
可成家没几年，大军又派你去商州和夸父打仗，而妻子病死在了北都城里。同样是儿子，一个亲一个疏。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草原是青阳人的草原。我的母亲是朔北人，我身上流着狼血。没人说过大军一定得是纯血的青阳人。你们的奶奶阿奇莫图，东路名字叫谢明一，他就是一个东路人。当年封炎皇帝北征，一直打到北都城下，你们的爷爷钦大汉王爆发了狂血，阵斩千人，最终阻止了东路人的攻城。他们签下了城下之盟，封炎皇帝将义妹谢明一嫁给了钦大汉王，这才有了两国之间的和平。你们的奶奶是东路人，你们的父亲也就流着一半东路人的血呀。阿爸从未提起过。许大汉，你要记住，你不受宠不是因为你的身世，是政治上的平衡。两个儿子都很出色，他只能捧一个，否则窝棚争斗过早的发生，对青阳不是件好事。可今年这风雪啊，他怕是熬不过去了。你们的父亲一定会醒的，到时候他说报位是谁的就是谁的。但是在他醒之前，你们谁敢动手乱了这北都城，那就是跟我这个老头子过不去。大王子看起来有点疲倦。阿爸摔伤了，到现在还没醒过来。城里都传开了，我还听说三王子和几个大汗王在大殿议事，只有大王子能陪在大军身边侍奉，他们都很不满意。这个老三，他还真愿意给那些大汗王子走狗啊。三王子是沉得住气的人，他可以一句话不说，双手藏在袖子里，可当手伸出来，可是握着刀子的。你这么了解老三啊？那我呢？大王子仁厚，将来必是受人爱戴的好君王，但在成为君王之前，还少了一点手段。大军昏睡的日子越来越多了，是时候让他下定决心确立未来的大军了。大和尚还真说准了，大军的身体是一天比一天好啊。是啊。大王子，阿爸，您生着病，这个时候我不应该再来打扰。但是今天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如果不及时做出决断，我怕它会成为青阳的祸端。什么事啊？我想请您看一眼。
阿爸，我今天收到一个消息，消息说我那几个伯父，他们正在组织武士和奴隶，他们想要推翻你，密谋作乱。我当时收到消息来不及和您商量，我立刻带兵就冲到了他们的大寨。果然，他们武装了所有的奴隶，还想杀掉我。我没办法，我只好下令就地诛杀。如果儿子有越权的地方，还请您原谅。我这么做是为了青阳的将来。如果阿爸要责备我，李莫干甘愿受罚。我的好儿子，你还是下手了。你还想从你阿爸这儿得到什么？您老了，还生着病。天气暖和了，您应该在南方好好休养。北都城所有的事情，我都可以替您承担。我想请您书写一卷文案，把豹尾和九尾大刀赐给我。贵族和将军们，我都把他们召集在门外。我想请阿爸出去宣布一下，其他所有的事情我都会处理好。我保证，李莫干不会叫您失望。你不会让我失望。帕索尔家的命运为什么一代复一代啊？你上来，让阿爸好好看看你。阿爸，您是要责备我？我要责备你，又能怎样？上来，你不是要包围吗？上来。看清楚了，一张多么可笑的脸呀！啊！我愚蠢的儿子，草原上的规矩你一点都不懂，你以为你够狠？先下手，你就能当草原的大军。你怎么不杀光所有的人？那样就没有人再跟你争权力。你知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像虎狼一样的人在盯着北都城？他们会冲进来，剖开你的胸膛，挖出你的心，和你的那些叔父们的人头放在一起。你以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还召集所有的人来看你的光荣。好，
就让你看看。把号，带上人头，跟我出去。他们是我的兄长，他们死了，是我的儿子。比莫干杀了他们。杀得好！比莫干杀得好！作乱的人，违背祖先的人，就不配当我亲养的人。这草原上没有埋葬他们的土地。我的儿子，我最爱的儿子，比莫干。我要把我的位子传给他，从今往后，他就是你们的主人。库里格大会的盟主，北都城的新大军。欢呼啊！都愣着干什么？为你们的新大军欢呼啊！拜见大军！拜见大军！愚蠢的儿子，阿爸为你做了该做的一切，守住青阳，不能乱。我知道，阿爸。阿爸。大军！驾！青阳的牧人说，燕子能飞很远，飞过大海。如今燕子要回家了，阿索勒，你呢？驾！钱给
给我钱，钱，够了够了。好。哎，你干什么？谁的钱？谁的钱让吧？你干什么呀？吓死我！快走快走！喂，刚才你有没有看到？差点砸到我了。砸你了？小伙子，呀呀！还有呢，都快没了。不是，那你吃，你吃。给，猴子。雨然。雨然。雨然。归尘见过国主。青州之行，有劳世子了。归尘自知是有罪之人，进殿向国主请罪。世子有何罪？回来的路上，归尘见到一批被国主定罪的死囚，其中一人是我朋友，我私自把他给放了，这是其一。在青州，归尘没能保护公国事，这是其二。据孤所闻，国师是被羽然所杀。保护国师，难道你会杀了羽然吗？国主有所不知，当时情况危急，羽然不得不大义灭亲。什么情况？紧急的要杀了自己的姑姑？青州是归尘自己愿意所去，所有罪责，归尘一人承担。没什么罪责。公国师早就说过，青州路远，他终是要回去。他这回总算是回到家了，而且再也不会离开家了，也算是得偿所愿。至于他跟羽然的恩怨，是他们羽族自己的事情，世子不必自责。谢国主。归尘还有一事，愿国主成全。讲。当日小周公主为质，换取我前往青州，如今我已经回来了，望国主放小周返回楚魏。他不是人质，他是我下堂的贵宾，留他在这儿，只为等你回来，等你们团聚了，我自会派人送他回去。谢国主。世子既然回来了，有一件事儿，我就不该再瞒着你。
据我们信使的情报，世子的父亲吕松大君已经去世了，只是封锁了消息，尚未发丧。我也接到了你那几个哥哥的文书，说大军昔日与夏唐所签之盟约失效。至于你这个质子，由我夏唐处置。可我夏唐一得知我100余年，怎会这样对待自己的盟友？你是青阳世子，大军之位的合法继承人，你那些哥哥们只是篡位暴政的强盗而已。我夏唐10万铁甲，愿保你上北都城，夺回你自己的位置，像你的父亲一样做草原的王。波勒尔，波勒尔，北都城真的要变成死亡之城了。启禀国主，小周公主带到。见过国主。殿下来南怀多日了，不知是否能住得惯。劳烦国主挂心，小周住得很好，只是不知国主召我进宫是有何事呢？顾家知道殿下与长公主素来不和，而你却敢孤身一人来到南怀，不怕我绑了你，送到天启吗？怕，但对小周来说，有很多事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殿下勇气可嘉，这样的孤勇，在这9州之中，多数男人都赶不上。只是我知殿下当初是迫不得已离开天启，难道就没有想过要回去吗？国主所言，我不明白。我与殿下就明人明语了。顾家现在被天朝所封为方伯，统领各家诸侯，在帝都还驻扎着我夏唐2万兵士，随时听我调遣。商阳城之战，各诸侯已无兵无将可用。换句话说，长公主只是顾家的傀儡。各家诸侯与陈越在商阳关开战，无数将士化为白骨之时，国主竟在行着暗度陈仓之事。如今你做到了，
你做到了连赢无义都没有做到的事。既已如此，国主何不自立为帝？赢无义，一介莽夫而已。大踏殿下，无视皇朝之存在。我不懂，我是帝朝的方伯，是天启最忠诚的臣子了。将白氏王朝如此玩弄于股掌之间，国主竟然说自己是忠实的臣子。我领兵进入天启的那一刻起，白氏王朝就不复存在了。殿下心里应该明白，我说我是臣子，只不过是给皇朝一点薄面。况且，我没有称帝封侯之心，我只是想邀请殿下和我一同执掌着天下。你现在是白氏唯一的后裔，长公主倾心沉悦，民心不得。我可祝殿下回到帝都，杀了长公主称帝。但有一个条件，你得嫁给我儿子。国主利用完了长公主，又想让我做你的傀儡，如此条件，恕小周不能接受。你还有的选择吗？我并非孑然一身，我的母亲是楚魏国主，若是楚魏与夏唐互为死敌，怕是国主称霸天下的计划并没有那么容易实现吧。殿下是在威胁我。你先看看这个，再来回答吧。殿下心念的青阳世子回来了，我听闻在天启，殿下与世子要好得很呢，以至于他都忘了还是我夏唐的夫婿。夏唐青阳定美，青阳大军红逝了，现在这个世子就是我的一枚弃子而已。我夏唐馈赠给青阳无数的粮草，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唯有杀了青阳世子。国主，世子虽为青阳世子，但也有功于夏唐。古碑口、商阳关，世子都把自己当作是夏唐的一员，还请国主，求国主开恩。殿下，你不应该求我，应该求你自己。在年轻人看来，这爱情是很重要的东西，其实爱情是最抓不住的。要他活着，还是要天下？在孤看来，不难选择。
若我答应你，你便会放了他。世子，小周殿下到了。小周，本来说好要等着你送我回楚卫的，没想到在这里见面了。我一直都等着青州的消息，还能见到你真好。让你受苦了。雨然跟吉野他们还好吗？他们都挺好的。青州的事情，我之后再跟你说吧。你怎么一个人来南怀了？南怀不是什么清静的地方，万一有什么差错，归臣不知道如何面对。世人都说南怀盛景天下无双，我早就想要来看看了。况且，是我把你从这里带走的，就要在这里等着你回来。你也很久没有回来了吧？我陪你出去走走。好。早就听说南怀富庶，这里的人好像过得比帝都还要好。今日一见，还真是这样。尝尝。谢谢。真希望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每天都开开心心的。说起来，南怀也算你半个故乡了吧？你现在走在街上，就像真的东路人一样。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南怀接你的时候，你还穿着青阳的衣裳，满头都梳着辫子。小周，我害怕死了。我再也见不到他了。既然不能马上回到青阳跟你阿爸告别，就用这种方式跟他说说话吧。但其实这些纸船根本不知道会飘到哪里去，所以我想说的话，阿爸他是听不到的。不过小周，还是谢谢你。阿苏拉，你会回到青阳去吗？我今天已经跟百里国主请辞了，
我想回秦阳送送阿爸。这些年在东路，你后悔过吗？我不后悔。我也不后悔。捍卫九州，铁甲依然在。出征前来杯 Luckin Coffee， 好精神理所当然。小蓝杯谁不爱？今天叫世子来，是国主要我问一句：起兵北路之事，世子考虑的如何了？国主当日答应我，要送小周公主安全回楚卫。此事进展如何了？这是小事，国主言出必行。通关文牒昨日就已经送达了驿馆，此刻小周公主恐怕已经离开了。当初是我从北路把世子带来的。所以今天想跟世子多说几句。世子看这个邢台，当年国主在这里斩杀一位非常重要的贵胄，也是我第一次做监斩官。我记得那天雨下得特别大，可是大雨却怎么也刷不干净血迹，就像印在人心里一样。世子来东路这么久了，似乎这一点还是没有学会。归臣理解的杀伐果决，可能和将军不一样。阿爸送我来东路，只是学习东路的兵法。至于能不能做王，对我来说从来都不重要。世子不过是逃避罢了。你是青阳世子，你生来就要承担王的责任。拓跋将军不必再劝我了。归臣没有那么大的野心，请将军回去回禀国主，哪怕国主把我送上这个刑台，结果也不会随国主所愿。这算是你对国主和夏唐的回答吗？是。你哥哥们争王位，又如何做主人？你只会选择做谁的奴隶而已。不管我哪个哥哥当大军，他都是我们草原的王。至于我吕归臣，我谁的奴隶也不做。那世子就在监狱中等待断头之日。臣预计可在下唐各郡县征收到精兵10万，预计10日内就能集结到南怀，
以助国主图取青阳。臣还……国主，我明明已经答应你的婚约，你为何还要将世子下狱？殿下不必担忧，顾家这么做，只是在教育一个不听话的孩子。教导孩子？教导孩子会昭告天下10日后问斩吗？看在殿下的面子，我本已答应放他回去，而且许他10万精兵，只要他能夺回本属于他的青阳大军。我是在帮他，可他却不领情，还说什么不愿意做我的奴隶。哼！我太了解世子了，国主这样的要求，他是断然不会答应的。他才是青阳正宗的继承人。世子来东陆时间长了，该长大了。况且以他现在的处境，有什么资格跟我谈条件呢？我想过几天，他是会想明白的。若国主执意如此，那前日我们所约之事全然作废。但若国主现在愿意马上放了世子，我也愿再献上一样东西。退！臣等告退。这是先皇传位于我的诏书，我本以为再也用不上了，但今日为表我与国主盟约之诚意，特此将它献给国主。这衣带诏我就收下了。但世子还是不能放。我刚才说过了，我只是在教育一个不听话的孩子。在此，我也邀请殿下10日后到灵花坊，我要让殿下亲眼看一看，你拼了命都要护着的人，到底是不是一块硬骨头。大和萨如见，阿苏勒不能回去看您了。我不会忘记阿爸和您对我的教导，不管怎么样，我都会抬着头，不给青阳丢脸。吉言，我又要10月了，我要你来南怀找我，可我却等不到你了。玉然，你在青州还好吗？再回南怀，时常想起你和姬言。不管在哪里，我希望你们都能一直快乐下去，就像我们在南怀一样。小周，微臣一直都知道你的心，可我能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把你平安的送回父母身边。
归尘也知道自己的心。如果真有来世，归尘定将报还。百里宁清，怎么会是你？公主殿下多有得罪。南怀是属于百里家族的，宁清自然可以出现在这儿。你是帮我回帝都的？殿下多虑了。宁清知道殿下急着出城，可南怀戒备森严，殿下身份特殊，恐怕难以脱身。商阳关内句句肺腑，难道殿下还不信我吗？百里国主已经癫狂了，阿苏勒现在身在牢狱，我必须要出城。这正是我出现在这儿的原因。我在帝都百里家了解到南怀的具体结构，鬼市有一条通往城外的密道，我愿意送殿下安全出城。城外会有一匹快马，殿下回到楚卫，此事或许还有转机的可能。可你这么帮我，你又为的是什么呢？宁清只是不愿看到未来可能成为我大印王者的人就这样客死在南怀罢了。桓郡主，你怎么来了？父亲说，只要你答应他的要求，事情就还会有回旋的余地。你会答应他吗？我在门外备了一匹快马，你走吧。郡主，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古碑口帮助夏唐击败了离国，在商阳关打败了赤牙。阿环不懂政治，但你救了那么多人，我念你是个英雄。但是你既然不打算答应父亲的要求，那我就只有一个条件，今后不再与我父亲为敌。我不能走。当初是青阳和夏唐结盟在先，夏唐付出那么多精铁武器和粮食，留在这里本来就是我的归宿。可是郡主如果真的想帮我，劳烦带几封信给我的朋友。
陈月、雷碧城前来求见郎主。你确定吗？从未有外人见了郎主的容貌还能活着出去。我只和真正的郎主对话。陈月的人来我朔北，有何贵干？我从草原为郎主带来了好消息，青阳大军已亡，现在是踏平青阳的好时机。当年，青阳虎豹骑席卷汉州，猎杀整个草原，朔北也不能幸免。草场被捣毁，牧民被奴役，为了保住一时之安宁，郎主忍受了奇耻大辱，将女儿下嫁给青阳，自己则带着狼群来到了这极寒之地。我在想，郎主没有一日不想踏平青阳，报仇雪恨，手刃贼人。郎主请息怒，我跋涉千里来此，不是为了激怒郎主，我为郎主带来了进攻青阳的计划。撤！朔北人，是朔北人！你疯了？那是黄金王，你射死他，朔北部会举步来袭的。那怎么办？怎么办？快禀报大军！禀国主，遵照您的吩咐，灵花坊刑场已布置完毕，贵妇应全体将士严阵以待。好。国主，杀一个无所依靠的青阳世子，
需要这样大动干戈吗？无所依靠？你忘了他是天驱武士团的大宗主了？天驱余孽未消，不能让他们来搅了局。拓跋遵旨，一定全力搜寻天驱余孽。国主，是日有人禀报小周公主不知所踪一事，国主似乎并不焦虑。您看，是否需要我也全力缉拿小周？不用了，我已经得到了我想要的东西。去吧。臣告退。拓跋将军，臣在。你是顾家最信任的人，不能让顾家失望。臣明白。我们或许是南怀城里仅存的天驱了。西元是个戴罪之人，命不保夕，却召集了诸位兄弟，和我一同去做一件必死之事。如果有人后悔，想要离开，我绝不拦着。好，既然如此，大宗主有难，明日如果我们不能够救出大宗主的话，就随他一同战死。我们是武神的使者，武神的使者，是北辰指引下的武士，北辰指引下的武士，因尊严而荣耀，因尊严而荣耀，以勇敢而自豪，以勇敢而自豪。铁甲依然在，依然在。